地形图中分析，风水学认为全世界龙脉是从昆仑山发脉的，地理学也称昆仑山为世界屋脊。它脉出八方，有5大干龙跑向各处，其中3大龙脉在中国。这3大干龙之一是走黄河以北广大地区，称之为艮龙发脉；黄河以南、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为震龙发脉；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为巽龙发脉。这艮、震、巽3大干龙发自西北，走向东南。山脉这种走向又形成江河流向，江河又称之为水龙。风水学要求龙脉长远，气势磅礴，因山脉水流的走向形成中国地势的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。天不足西北，地开源节流东南，这种形势促使西北地区的气候干燥，海拔高，气温偏低，水土又总是往低处流，土地极贫，植物生长较差。而东南地区气候温和，土地肥厚，水源充沛，种植各种植物。风水学认为水同财源有关，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东南地区，经济发展也常以这些地区为先导。长江、黄河的两岸建成我国主要几座大城市，上海、郑州、武汉、南京等。次于黄河、长江的珠江和黑龙江，也有广州、哈尔滨等大城市。风水学认定的风水好坏，同这种地理环境因素相符合。纵观历史上大部分著名人物都出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，同风水要求龙脉要素成正比。这不是什么偶然现象，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。《黄帝宅经》认为，夫宅者，阴阳之枢纽，人伦之鬼魔。阳者，生化物之父也；阴者，生化物之母也。阴阳之理，顺之则亨，逆之则否。前人关于阳宅风水的论述，对屋宅的地点选择、朝向及内部设计构造等都很讲究。阳宅涉及到各种自然环境、水土地质、光照、温度、气候、磁场、景观等，都直接或间接、明显或不明显地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。现代科学研究证明，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，环境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外界环境对植物和低等动物具有直接的影响。环境发生大的变化，可以导致动植物器官机能的变化，最终引起形态构造的改变。这种环境改变引起器官机能变化，确有其合理，但又不是绝对的。
风水所论述的各种有害有利的自然因素，有明显或不明显的情况，也有轻重的区别，不会随着流年气运而变化。这些因素作用于人体，可由少积多，由微制著。风字的科学解释是空气流动为风。事实上，风包含的意义是很广的。易经认为有柔风、刚风、熏风、不周风等多种风。人体受到何种风的侵袭，所得病症也不一，风寒、风热、风湿等症。人体在天地之间，天赋地载，无时无刻都和自然界的阴阳五行之气同呼吸。中医学告诉我们，人体的阴阳五行之气能否保持相互平衡，是衡量身体健康与否的本源。而一个地方阴阳五行之气能否保持平衡，就可以看出此地方的经济发展及人才情况。关于阴宅风水，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有的干脆就说是纯属迷信。他们的看法大都认为阴宅是葬死人的地方，风水再好也与活人无关。但从过去古代地理典籍理论来看，人是父母亲生下来的，父母去世后，骨骸能葬到好的地方，可以温暖幼骨，然后起到婴幼子女的作用。这婴幼的说法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是缺少理论上的说服力的。但是一概斥之为迷信，从实践和客观上都是不切实际的。可以说，风水学是一门集天文地理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，以自然事物为基础，阴阳五行为法则，其中涉及到自然环境学、地质地理学、水文学、生态学、景观学、美学、生物学、地球物理综合学科。前人的风水理论虽然有夸大神秘的地方，但是总体上具有朴素的科学性。多数理论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。